大家好，欢迎收看佛学百科。今天我们要谈谈一个佛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18不共法。这是一种用来区分佛与其他众生的法，它们是佛所独有的心理品质，与菩萨、声闻、缘觉和凡夫都不相同，因此称为不共法。那么这18种不共法分别是什么呢？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首先，我们要知道18不共法是由大乘佛学家无著菩萨在《大乘经庄严论》中首次提出的。他将它们分为10种无漏心和8种无漏心所。所谓无漏心，就是指没有烦恼和业力的污染，能够直接证得真理的心。所谓无漏心所，就是指与无漏心相应的心理因素，如信、慧、定等。这些无漏心和无漏心所都是由4种无漏智慧所生，即听闻智、思维智、修习智和无上正等觉智。听闻智是通过听闻佛法而产生的智慧，思维智是通过思考佛法而产生的智慧，修习智是通过实践佛法而产生的智慧，无上正等觉智是指佛所具有的最高智慧，能够完全了知一切法的真实性质。这4种无漏智慧都能够消除无明和烦恼，达到解脱和觉悟。那么具体来说，10种无漏心分别是什么呢？它们是： 1. 声闻地位无漏心，这是指声闻乘修行者在4果阿罗汉之间转变时所生的无漏心。例如须陀洹果转向斯陀含果时，就会产生这种无漏心。 2. 缘觉地位无漏心，这是指缘觉乘修行者在初发心菩萨到一地菩萨之间转变时所生的无漏心。例如初发心菩萨转向地前菩萨时，就会产生这种无漏心。 3. 声闻正果无漏心，这是指声闻乘修行者在证得4果阿罗汉时所生的无漏心。例如在证得须陀洹果时，就会产生这种无漏心。 4. 缘觉正果无漏心，这是指缘觉乘修行者在证得一地菩萨时所生的无漏心。 5. 声闻后得无漏心，这是指声闻乘修行者在证得阿罗汉果后仍然保持的无漏心。这种无漏心能够让他们在余生中不再受烦恼和业力的影响，享受涅槃的安乐。 6. 缘觉后得无漏心，这是指缘觉乘修行者在证得一地菩萨后仍然保持的无漏心。这种无漏心能够让他们在余生中不再受烦恼和业力的影响，享受涅槃的安乐。 7. 声闻等流无漏心，这是指声闻乘修行者在证得须陀洹果后不再堕落下3界的无漏心。这种无漏心能够让他们在未来生中不再受生死的苦恼，直至证得阿罗汉果。 8. 缘觉等流无漏心，这是指缘觉乘修行者在证得初发心菩萨后不再堕落下3界的无漏心。这种无漏心能够让他们在未来生中不再受生死的苦恼，直至证得一地菩萨。 9. 声闻须陀洹果无漏心，这是指声闻乘修行者在证得须陀洹果时所生的无漏心。这种无漏心能够让他们断除3界内的烦恼，不再受欲界的束缚。这种无漏心也是佛所具有的，但佛的无漏心更广泛，不仅断除欲界，还断除色界和无色界的烦恼。10. 缘觉初发心菩萨果无漏心，
这是指圆觉成修行者在证得初发心菩萨果时所生的无漏心。这种无漏心能够让他们断除三界内的烦恼，不再受欲界的束缚。接下来我们要知道8种无漏心所分别是什么呢？它们是：一、信，这是指对佛、法、僧、道、果等有坚定不移的信任和敬仰的心理因素。2、慧，这是指能够明辨真伪、善恶、有无、因果等的智慧和理解力的心理因素。3、念，这是指能够专注于当下，不忘记自己所修行的目标和方法的记忆和觉察力的心理因素。4、定，这是指能够安住于单一境界，不受外界干扰和内在散乱的专注力和稳定力的心理因素。5、无贪，这是指对于眼、耳、鼻、舌、身、意等6尘所引起的欲望和执着没有贪求和追求的清净和自足的心理因素。6、无嗔，这是指对于眼、耳、鼻、舌、身、意等6尘所引起的厌恶和怨恨没有愤怒和反感的宽容和有爱的心理因素。7、无痴，这是指对于眼、耳、鼻、舌、身、意等6尘所引起的迷惑和错误没有愚痴和困惑的清晰和明了的心理因素。8、无爱，这是指对于眼、耳、鼻、舌、身、意等6尘所引起的障碍和阻碍没有执着和缠绕的自由和开放的心理因素。以上就是18不共法中10种无漏心和8种无漏心所的介绍，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受到启发，并在修行中得到更多的收获。最后，我想推荐几本书籍供大家参考，它们都是关于佛学中的18不共法的深入研究和解释，希望您能够喜欢。What the Buddha Taught,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with Texts from Suttas and Dhammapada 作者是 Walpola Rahula， 出版社是 Grove Press， 出版年份是1974年。这本书是由一位斯里兰卡的佛教学者所写，他引用了原始巴利文经典和由他自己翻译《律诗经》的选段，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解释了他认为是佛教的核心教义，包括4圣谛、佛性、8正道、禅修和戒律等。这本书用清晰的语言和丰富的内容，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佛陀教法的真实和智慧。这本书还附有16幅插图和一些参考资料。The Essence of Buddha,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作者是 Ruho Okawa， 出版社是 IRH Press， 出版年份是2016年。这本书是由一位日本的宗教家和作家所写，他创立了一个名为幸福科学的新兴宗教组织。他以现代语言清晰地说明了佛教的基本原则，如8正道、6波罗蜜和因果律等，并强调了自我反省、业力和轮回等佛教对生命的理解。他还指导读者如何在现代世界中实践佛法，发现自己的佛性，并达到菩提境界。这本书用实用的建议和启发的思想，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佛性的发现和菩提的实现。Buddha Penguin Lives Biographies 作者是 Karen Armstrong， 出版社是 Penguin Books， 出版年份是2004年。这本书是由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所写，他用生动的叙述来介绍佛陀的生平和思想，包括了佛陀时代的历史背景、佛陀成道和传教的过程、佛陀教法和僧团的形成等。
它还展示了佛陀对于生命目标、人性温暖和慈悲、苦难和改善人类境况等方面的见解。这本书用广博的文化视野和深刻的人文关怀，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佛陀人格和精神的魅力。这3本书都是值得一读的佛教书籍，它们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18不共法，并从中获得启发和指引。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其中1本或多本来阅读。以上就是我为您推荐的书籍，也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的影片。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请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也请继续支持我的频道，以便收看更多佛学内容。我们下期再见。